老师说什么是多闻呢？听闻对五蕴生厌离，发起离欲，灭尽烦恼，走向寂静涅槃的法，这叫多闻。有不少人知道的知识是很多，但知道了越多，越发傲慢，脾气越大，这不算多闻。生厌离，发起离欲，灭尽烦恼，走向寂静涅槃，这就是修正的步骤。第一步，先建立正见，是对五蕴升起厌离，去除身见、戒禁取见、疑，这是见所断。这个疑是对法的疑惑，听了讲解之后，心里还是有很多疑惑，无法抉择，不知道到底应该走哪个方向。有疑当然正常，重要的是要请教、思考、抉择。第二步，发起离欲，这需要日常的练习，断除欲界的五下分节，贪嗔再加上身见、戒禁取和疑。第三步，再继续灭尽其他烦恼，这就是灭尽。第四步，到达寂静涅槃。这四步会在后面反复出现，我们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是怎么操作的。第26篇问的是什么是法师。一般人眼里，法师就是出家人，给大家讲法呗。但老师在这里不是这样定义的。老师说，法师是给大家讲对五蕴升起厌离，发起离欲，灭尽烦恼，引导证得寂静的法，这才是老师所说的法师。我们也知道，现实中一般人都不会告诉你要解脱，可能会教你事业、财运，怎么样经营会更旺，怎么样才能多子多孙。如果所说的内容真实有效，真的能解决人们的燃眉之急，当然也是好事，功德一件。就怕你希望赚更大的利润，他所图的是你的本金。不幸的是，大部分人遇到的是后一种。老师在这里并没有按身份来区分，而是按作用，按所讲的法来区分，引导大家对五蕴厌离、离欲走向寂静。但要注意的是，不是讲厌离五蕴就是，还要看讲的方式方法，看针对的人，别人愿不愿意听。有些人着急去度化，上手就是威胁恐吓，造孽呀，你这样以后会有报应的，把别人都吓跑了。老师跟波斯匿王、阿阇世王还有很多百姓，也不一定说对五蕴厌离、离欲。对大多数人，他更多说的是如何能在这一生和后世中得到更多的快乐和幸福，如何不失爱语，力行同事。这就像医生要给病人治病吃药，但这药太苦，病人不愿意吃，需要加一些胶囊、糖衣，加一些蜂蜜，病人才愿意服用。这需要智慧，也需要等待。老师说，我法如蜜，中边皆甜。什么意思呢？我讲的法就像蜜一样，开始吃的是甜的，吃到中间的时候是甜的，吃到最后还是甜的。如果不按步骤，不按方法强拧了自己，反而容易痛苦，也很难有进步。有些道友发消息说，夫妻生活以后内心总是懊悔。你想好好过家庭生活，有夫妻生活很正常呀，懊悔什么呢？只要把握好频率，适当减少频率就好。如果你真想独身了，或者对方就不想要，那就把话说清楚，否则会搞得家里鸡飞狗跳，越修越烦恼，越修越没法修。现状就是现状，接受当前的现状，然后向正确的方向前进就好。